10万个冷笑话官宣第3部，让我想起了大韩国漫崛起的那个年代。作者韩武微博上说，第一部2015年1月1日，这说的是电影上映时间。但15年这个时间，伴随着大圣归来的一声放心吧，齐田大圣是不会死的，真正拉开了国产动画崛起的序幕。16年的大鱼海棠紧随其后，交出一份还不错的答卷。但大家真正在高歌国漫崛起的时间，其实还要更早一些。10万个冷笑话的剧集开播时间是12年，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左右，这反而是国漫崛起喊得最响亮的时间。这个时间里确实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作品，像是大家看到现在的罗小黑，一直在仰卧起坐的我叫 MT， 还没改名叫我叫白小飞的师兄。2014年更是王牌御史、妖怪名单、中国惊奇先生一个接一个。这些 Web 动画一时间风头无两，给了大家一个不那么切实际的期待，就是国漫似乎可以达到日漫那样的高度，无论文戏打戏都要达到。在这段时间大家的言论很一致，说不好的大概就是翻来覆去就拍那个猴子，说期待的大概就是我泱泱中华上下5000年什么题材套不出来。而彼时的日漫也正好是一个巅峰时期，2011年的高人气动画人气高到简直气人。你敢相信命运石之门、日常、魔法少女小圆、Fate Zero、未闻花名、罪恶王冠、未来日记、恶魔阿萨希尔在召唤你是在同一年的吗？而日漫的这个势头一路高歌到了14年，他还能端出赤瞳、月刊少女、游戏人生、四皇、干城、野良神这样的动画。你别管这动画到底好不好，你就说这动画它火不火吧。于是乎，很多日漫的观众对着国漫有了类似的期待，我们也要做出这样质量的2D 动画。对，2D 动画你很难说这到底是为什么，但是2D 动画的观众和3D 动画可能还是有点隔离的。各个公司可能也都是拉到了投资吧，为了这个饼卯足了劲去干，有自研的，有中日合作的，有直接投钱给日方让日方干的。然后2015年就端出来了一部叫《雏风》的动画。咋说呢？大伙儿一般对于一部动画的期待呢，大概就是1季12集，《雏风》只有6集，6集就算了，1集只有10几分钟。要和大家想象中那种画面精致的动画还不一样，这动画还挺粗糙的，可以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，以至于国内的制作方后来还把《雏风》翻拍了一下。但像《雏风》这样做坏的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。很多动画仅仅一个预告就再也没有下文，战斗装甲钢羽、罪臣离心、龙吟沧海，很多动画都是这样。龙吟沧海倒是改了个双月之城的名字，把动画给做了出来，但除了现在画面上这个渲染到极致的 3D 画面做了个开头，后面的部分也有些不尽人意。随着技术的积累，现在我们其实能明显看到国漫十足的进步，至少在 3D 技术上已经拉满了。当然不是说没有好的2D 动画，你看前段时间开播的昆吞天下，那个画面能给人看得起鸡皮疙瘩。时间再往前推一点，百妖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。大家对于国漫崛起可能还有一个达到曾经2010年以后日漫那种个个是佳作，个个有话题的幻想吧。现在大家聊起国漫，更多的还是聊那些 3D 动画，受众和曾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不是很想说孰优孰劣这种观点，单纯是想说这几乎是2批人。这么说吧，我爸都在看《斗罗大陆》，我妈都能跟我聊2句哪吒2。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喊国漫崛起了，或许国漫真的崛起了吧。你现在能看到突变英雄 X 那种惊为天人的动画演出，大火鸟承包了 FGO 8周年的 PV 制作，做出了2游历史上最震撼的 PV。好故事，我们有时光代理人这样的作品，现在我们或许只要再等等就可以了，等到那个现象级的大家一致好评的2D 动画出现就可以了。我们回到开头，你会期待新的10万个冷笑话电影吗？你对国产动画又有过什么样的期待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